国际服第10季奥西里斯联赛终于要开始了，距离上一次奥西里斯联赛举办的时间呢，已经相隔了1年多左右。所以今天我们是来看一下联赛的队伍是分到哪一个区域，还有对于这一次新改版的埃及联赛有什么想法。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我们首先从联赛的规则开始看起吧。那它这一次的规则还有分配方式呢，其实是跟上个赛季是差不多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分成4个种子池。第一个种子池呢，就是上个赛季的4强所在的王国就会分配到第一个种子。第二个种子池里面呢，就会5强到16强，第3就是17到32强，第4种子就是其他的征服赛季王国。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新的赛区啊，就是不是在征服赛季里面的，他们就会分配到索贝克战区，这个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今天我们主要的就是讲前面的这3个赛区，包括有荷鲁斯、阿努比斯还有贝斯特赛区这3个而已。它这个分配方式呢，我个人是觉得也比较合理一点啦，因为之前第一版本的那个分配方式就是看你在哪一个伺服器，然后分配到哪一个战局呢，是比较不公平啊。因为各位也知道，比较强的一些队伍呢，多数可能都是在前面的王国，比方说1093啊、1316啊、2489之类等等的，有很大可能他们会在同一个赛区，就变成说其他的赛区呢就没有这么好看，或者是竞争就比较不均匀一点。可能到总决赛或者是4个赛区对战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说这些队伍全部都很弱，那些强的全部都集中在同一个赛区里面，全部都被淘汰掉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样子的分配方式呢，就是每个赛区都会有强有弱的队伍，会比较均衡一点，但是也是有一些负面的情况发生了，就是导致成某一些赛区的队伍就没有办法有机会可以获得冠军，因为这4强已经分配去其他的赛区了，有可能这4强都会在那个赛区称霸。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一些王国他们会被分配到哪一个赛区，有哪一些队伍最有可能可以获得冠军或者是进入到4强左右。在开始讲那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奖励，依旧还是有奖杯、奖牌，然后还有这个联盟的旗帜。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次的城市主题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稍微查看一下，还有这个头像框、名牌之类的。这一次的主题是以荷鲁斯为主，你们可以点开这边的故事查看。这边你们看到的笋就是荷鲁斯的化身，然后后面也可以看到荷鲁斯之眼，后面也是开了一个圈圈，它这个圈圈里面有包括很多东西啊，就比方说像圣甲虫、太阳在后面那边旋转，还有一些古埃及文之类的。这个设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吧，就跟以往的联赛皮肤有点差不多。部队生命值提升 3%， 训练速度提升 3%， 因为国服他们的那个联赛赛季会比我们迟一点啦，所以他们可能会没有这个皮肤，我不确定啦。然后如果你是已经打入季后赛的话，就会拿到这个史诗等级的皮肤，也是一样是以荷鲁斯为主题的，但是它这个是动物的化身啊，可以看到它那个样貌其实跟传说等级是有点类似，它的设计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展开翅膀的样子，它传说等级也是类似的，所以是很接近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队伍的部分。首先这里有分成3个赛区啊，因为最后一个赛区呢是给一些非征服赛季的王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荷鲁斯。那1093这个无需置疑啦，他们有很大可能是可以打到决赛的，甚至有很大可能可以拿到冠军的，所以我是比较看好1093啊。至于2359呢，他们算是有多个先锋王国的玩家全部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王国的，而且2359其实大佬也是挺多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拿到冠军或者是打入决赛的，但是他们大佬多就未必每个玩家都会打联赛啦，所以我是对于他们的能力呢还是
保持着观望态度的，所以就是不确定他们实力啦。所以这边我就暂时先放一个米色，就观望他们的情况。3308的情况也是差不多，虽然他们比较多玩家都是从2377那边移民过来的，但其实这个王国的大佬也是挺多的，可是也不确定他们联赛表现会变得怎么样，所以我也是放米色。因为在之前以往的记录2377其实也没有打到很后面的情况，就好像他可能止步在4强，没有办法打决赛，也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这边在观望。至于188，之前是有不少1034的玩家移民来这个王国了，但是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王国，似乎大多数的玩家已经是离开这个王国了，就是已经没有人了，这个王国已经是变成一个死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在这一次赛季拿到一些冠军或者突围出去呢，恐怕也比较难，所以就是说1188的辉煌时期呢是已经过去了。接下来1052虽然是第一赛季跟第3赛季的冠军，但是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最后一次看他们打联赛的时候，好像就止步32强或者是止步16强这样子，比较多的玩家其实都已经离开1052了，就是讲他们已经辉煌不再。虽然他们目前还是先锋王国，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他们王国的数据，实际上他们王国的表现呢，就是科技会比较偏弱一点啦，就讲玩家可能买礼包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阵亡、战力、击杀重伤还有活跃度呢都算是 S 等级的，都是比较活跃的，所以这边在看他们的情况啦，会不会有可能1052再次拿到冠军，这个有待观望。3672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先锋王国吧，他的玩家多数都是原住民，不然就是一些新的玩家，如果是说大佬的话其实挺少的。但是各位也知道啊，在奥西里斯联赛其实比较看重我们的装备军器，如果他们那边多数都是新玩家的话，可能他们的装备军器跟这些1093、2359、3308这些老玩家或者是有大量大佬的移民玩家来做比较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打过。所以我这边对于3672能不能够进入4强呢，我觉得是比较渺茫啊，也有可能他们会进入4强，但是有很大可能会被这3个王国给刷下来，所以这边在观望。2827的话这边的实力怎么样我就不太确定了，但是我个人也是保持观望态度。1316呢，我是觉得有很大可能是可以打入决赛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多的玩家都是来自960，而且他们在上个赛季的时候都可以打入决赛跟1093对抗，所以我觉得1316是有机会的，1875也是有机会的，1875也是挺多大佬的，我是觉得进入8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够再打入4强呢，这个还是在观望啦，因为这边队伍也可以看到有几个是算是挺强的。下一个我觉得会比较精彩一点啦，阿努比斯战区。那这边我觉得比较有把握的应该就是2489，毕竟人家是拿过全球巅峰赛冠军啦，再加上2489招募了这么多的960玩家进来，所以有可能他们会分成2个队伍来战斗啊。再加上他们这一次 KVK 其实也不需要打，所以也不需要去烦恼 KVK 的事情，可以更加专注的去打奥西里斯联赛，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个赛季也是有把握可以拿到冠军或者是打入决赛的。当然1606也是不容小觑啦，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玩家都已经流失了，但是还是可以凑齐一个队伍去打奥西里斯联赛的。但是606的实力会怎么样呢？这个就不太确定了。当然有些玩家可能会讲，他们上一个赛季怎样怎样，但是你们要知道上一个赛季已经是1年前之前的事情了，在这个1年的时间里面呢，有很多玩家会过来，也有很多玩家会离开，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以现在这个王国的情况为主来去分析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打入决赛或者是比较强。另外一个就是960，虽然960是已经解散了，但是各位还记得在之前的影片我有跟大家讲过，他们特意去组了一个队伍，然后移民过去960吗？那时候我们还以为960已经复活了，但其实这些玩家他们只是想要利用960这个壳子，然后拿去分配到另外一些战区，可能队伍都没有这么强了，有机会可以打入决赛拿到冠军之类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960呢已经是变成103亿了，然后这些玩家多数都是为了要去打那个联赛的。既然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为了要去打联赛而组成了这个王国，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打入4强或者是8强啦。接下来1818，过往他们的表现呢都是止步在32强啊，就是他们不是以奥西里斯联赛为主的王国，他们比较专注是在 KVK 那边啊，所以
我觉得他们能不能够打入8强4强呢，应该也是挺微妙的吧。至于3060没有看过他们奥西里斯联赛的表现，所以这个我就不太确定。1034算是已经没落了吧，像之前他们就有拿过全球巅峰赛冠军啊，又有拿过奥西里斯巅峰赛冠军、区域赛冠军等等的，但是可以看到最新的更新，在2023年的时候只是止步在4强，之后就没有看到比较优秀的成绩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应该也不会像以前这么凶猛了吧，而且他们玩家数量也是减少了很多，不确定他们可以打到哪一个阶段啊。不过如果他们还可以重返1034的巅峰的话，我还是想要看一看的。下一个2728，虽然2728也是近期才组成的一个先锋王国，但是他们那边的大佬其实也是挺多的，这里你们可以点开他们的联盟跟他们的王国去查看一下啦，而且可以看到他那个联盟呢，之前止步在8强、16强是2024年，去年的时候在8强，所以今年应该也是有机会在4强或者是8强的阶段，虽然这个赛区有比较多强力的队伍啦不过我对2728还是怀抱希望的，希望他们有机会啦，可以打入比较好的成绩。至于3212跟3278这两个还是属于比较新的区域啊，我觉得如果要跟这些王国打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不同的等级，所以我觉得如果3278要打入这种决赛，遇到这种这么夸张打奥西里斯联赛的王国这种联盟队伍来讲呢，是比较困难一点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个王国不抱太大的期望了，人家毕竟还是比较多大佬，老牌的玩家也比较多。1228的话，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我感觉他们也不是特别专注在打奥西里斯联赛，可以看到他们以往的成绩呢，止步在32强，这个是去年的成绩，今年的话就不太确定他们可以打到什么阶段了。最后一个3065，你们不要看到这个王国好像比较新这样子，但是你们要知道在以往他们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这里你们可以查看他们的联盟典籍，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是已经打入了4强，2023年的时候也是打入了4强，2025年就比较后面一点了，就打到8强而已，但我感觉他们会为了今年特别去专注练习，所以是有机会可以拿到可能8强或者是4强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队伍我们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努比斯战区呢有几个比较强力的队伍可以让我们去注意的。最后就是贝斯特战区呢，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队伍都比较偏弱一点可以看到1002也是在这个队伍，1002是不需要看了的。那2377现在的情况呢，我觉得如果要打入4强恐怕也是挺难的，所以我不抱太大的期望。但是365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吧，毕竟他这边的选手呢不算特别强力。2748这个也不太确定，因为他们玩家也是流失了很多，不过我觉得如果是比较起其他的王国的话，这两个队伍算是比较强力一点的。268之前也是解散了，然后有很多大佬其实也是移民离开了，我看到他们最后一次表现比较好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什么看到他们名字在前面的排行里面的，所以我觉得也不抱太大的期望啦。至于1021就是 Blackjack 在之前的表现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只不过后来他们有一些玩家移民到2489去帮助2489拿到了冠军，然后最近也是看到不少的韩国玩家已经回去1021了，这里你们可以点开他们的联盟稍微去查看一下。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他们真的要用心的去打联赛的话，其实也是有机会可以打入4强甚至是冠军的，所以我对1021是比较看好的啦。虽然是说他们联盟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就止步亚军而已，后面就没有其他的更新了，但我对他们还是抱有期待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打一个米色，以观望的角度去查看这个队伍。最后一个1981，我对这个联盟对这个王国并不是很熟悉了，但是看了他们这边的记录，多数情况下都是止步32强。那根据这边的记录来看呢，我就暂时先不要把他这个联盟换成黄色吧。
所以这边各位可以查看到，在这里3个赛区里面呢，我觉得365有很大可能就是轻松的直接打到决赛去吧，如果没有其他强烈的队伍。竞争性比较大的就是阿努比斯，但如果你是说比较精彩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说荷鲁斯这个应该是挺精彩的。当然阿努比斯的话应该会比起荷鲁斯还要更加精彩，不过这些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分析啦，因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王国跟联赛的队伍变成怎样了，这个还是要看他们实际上的表现才知道。最后就是要讲一下这一次新改版的埃及之战、奥西里斯联赛之类的，因为在之前呢，官方就有改动了，在埃及里面多出了2个 boss 在左右边，但是我实际玩的时候呢，其实这2个 boss 没有去接触，就是我们已经是分不出那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了。当然也是因为我的队伍的人数比较少的关系啦，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接触到的。尽管这2个会提供 buff， 但是它会比较死板一点啦，就是有固定一个时间，然后给你去攻击，攻击了之后你才可以拿到这些 buff 提升。它的变化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多，像之前埃及之战的改动，每个赛季的改动呢，就是会多一些不同的玩法，就比方说像之前的审测轨道玩法，然后在跟上之前呢，就比方说采集的玩法，所以采集越多就可以拿到更加多的分数之类的。还有在更加之前呢，就是专门去打中路的玩法，打建筑的玩法等等，这个就比较死板一点了。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次改的那个埃及呢是不抱太大的期望，应该没有像之前那么精彩，因为它这2个 boss 呢都是固定时间开放的，到了一个时间点你的敌人也知道会开放，所以他可能会预计你会过去那边打，如果你不过去那边打的话，就变成你的敌人会去抢掉这个区域，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指挥方面呢就需要另外安排一些人过去打这2个 mini boss， 然后拿到 buff， 就变成说这个是公开的一个策略，没有像以前那样子更加多不同的玩法。当然可能他们会用不同的技能去打下这个 boss， 或者是去骗敌人还是怎样啦，我不清楚，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看实际打联赛的时候他们表现到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多数人像我这样子打正常的 IG 的时候，应该都是不会去接触到这2个 boss 的。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这2个 boss 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就是你要压着那个09，不要交09，才有可能分配到额外的人手去打这2个 boss 而已。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官方可以设计多一些比较特别的技能吧，因为我是觉得说在埃及之战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技能的操作，什么时候要使用一些技能，或者是要用什么不同的技能来影响到整个战局，我会比较希望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奥西里斯联赛的一些分配战区规则，每个赛区拥有的队伍，还有关于这一次埃及所改动的一些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今天影片先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